年底了啊，这会儿很多老铁可能说正琢磨买台车，因为前几天暴弟刚给大家分享过一期年底最好别买车，你有车能咕溜着走就咕溜着走但是有些老铁说我过年回家我非得买台车我走亲戚吧倍儿有面，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也是这样的那么暴弟今天这期视频您算来着了，您一定得看完因为暴弟今天这期视频是结合了我多年从业汽车行业的一些经验总结就是说教你怎么买车不踩坑，都是干货话有点糙，但是理不糙。首先，如果说您和暴弟一样都是个普通人说不好听点就穷屌丝，并且家里要买一台车，那么你最好买个轿车，尽量别买 SUV。 为啥呢？首先咱普通人你没啥特殊需求，买台车你无非带个步走个年过个年走个亲戚方便，对不对？你没这个底盘高这个要求需求，对不对？你就没必要去买这个 SUV。 首先同级别 SUV对比轿车的话，同级别的 SUV 要比同级别的轿车价格要贵很多贵个2万左右没毛病吧，对不对？再然后 SUV 它风阻系数还比轿车大，就造成了比轿车要费油。再然后 SUV 轮胎也比轿车要宽比轿车的轮胎要大，那么它与地面摩擦力就会更大，是不是就会更加的费油呢？这时代现在油特别贵，钱也不好赚，能省点是点。您就说暴弟说的对不对别说你不考虑油耗，你要不考虑油耗你就不会看今天暴弟这期视频。就算你不考虑油耗那到时候你换轮胎它也比轿车要贵。所以咱普通人选家用车最好是一台轿车。接下来第二点，一定要是买热门车，千万甭买那些老冷门的车。就算这车它给你再便宜再优惠，价格性价比再高，暴弟也不建议你买。因为冷门车它本身销量就不好，那么它所对应的品质包括服务包括售后这一块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日后一旦车子出点售后问题，那都是最麻烦的。万一哪天车子品牌倒闭了退市了，你到时候修车都麻烦，去外边修也不便宜。因为冷门所以配件不好找，买车咱就买热门车，销量好的销量高的。第三，你想要省钱，尽量不要买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也就是说排量后边有个 T， 因为带 T 的发动机它本身就比自吸发动机要贵，而且大多数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要吃细粮，也就是说得加95的油，95的油一升比92要贵上5毛钱一箱油，也就是说几十块钱。并且不仅如此，涡轮增压发动机故障率也是高于自吸发动机的，因为它的动力被压榨了。发动机一些配件长期高负荷运转，寿命肯定会短，毛病相对来说比自吸要多。唯一的好处就是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好一些。但咱买家用车要那么强的动力，你干嘛老铁你干嘛？你要飙车吗？说实在的咱买个自吸的就可以。第四点就是关于汽车配置的选择了。我的建议是在相同安全配置的情况下，记住相同安全配置的情况下，能买低配就买低配，因为低配和高配差价可能说会差个1-2万左右这1-2万对于咱普通家庭来说它不是一个小开支。这1-2万块钱你加多少油呢？这1-2万块钱你开个，我觉得加油你跑3年没问题吧。并且配置越高毛病也就越多。为啥说大家都爱说日本车不爱坏？说白了它就是个轱辘加个发动机再加几个小板凳它有啥可怕的？所以咱买车也一样，安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就买低配车型。关键是现在很多花里胡哨的配置你根本用不上。第五点，咱普通人千万不要为了面子去贷款买豪车。很简单，买车前看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想想自己的日常开销，想想老爹老妈万一有点好歹你没钱看病咋办？你这样一想会让你买车时理智一点，而不是说头脑一热冲动消费。你当时买车那个快感是爽了，你分泌的那个多巴胺你是高兴了，刺激你的头皮了上头了我也是成功人士了，我也开上豪车了。但是回过头来一想，你这个热情劲儿一过，你就会感觉我买这么贵一车干嘛还得贷款，每天每个月上个班就还个贷款啥也存不下。等真正遇到事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不如买个代步车，对不对？所以说咱买车不要为了面要理智，不要冲动。第六点，买车选大品牌，你尽量选择优惠大的车型性价比高的车型，在大品牌里边选择优惠大性价比高的车型。
现在说实话，燃油车技术都已经没啥技术壁垒了，都非常的稳定，产品质量都过关，只要是大厂家，你就不用担心它的技术，主要还是看性价比，性价比越高越好。最后一点就是说，暴弟建议您选择自动挡车型，并不是说手动挡不好，而是现在暴弟深有体会，现在城市里边堵车非常严重，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你开个手动挡走走停停特别难受，为啥不选择个更好开的自动挡呢？别跟我说什么驾驶乐趣啊，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干一天活啊，回来累死累活的啊，哪儿他娘的有啊驾驶乐趣，都不如省点劲儿回家躺一会儿。那么问题来了，你买车会选择手动挡还是自动挡呢？欢迎评论区交流一下，散会。